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这里就是你们熟悉的任老板游戏频道，一个什么都沾点的 gamer。那么，既然都说我是一个什么都沾点的游戏主播了，那么今天肯定要给你们带来点新奇的好玩的啊！毕竟我不能一天泡在蔚蓝档案这点破事儿上面啊。今天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 Back 4 Blood， 中文名喋血复仇，好吧？也是一个打丧尸的游戏。那我们就先进入一下游戏吧。好的，进入到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开始菜单啊。说实话，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开始菜单的，就是说可以在营地随意的进行一个跑动，然后呢还可以干嘛干嘛的，反正可玩性非常的高，对吧？ Then you need to earn supply points. 哦 ，Complete maps and challenges in campaign and swarm mode to receive supply points for your efforts as you play. Supply lines offer multiple reward. 哦，行，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是说赚这个点数来买卡，这个是一个卡贩子，对吧？这里呢是一个排行榜。You guys.当然，我这里我看一下，我操，这分数确实可以的，好吧？那么又说到这个，其实它是一个4人联机游戏啊。那么这边除了我跟 Nico 哥呢，差2位，好吧？如果你有意愿加入我们一起拍这个视频的啊，不说火吧，就说一个快乐的游玩。可以加入我后面创的这个群，不说链接，二维码我会放在这个评论区置顶，好吧？有意愿的小伙伴呢，咱们可以一起来玩这个游戏，是吧？当然呢，我创那个群的意义呢，并不是只为了玩这个游戏，我们可以谈论各种事情，好吧？从蔚蓝档案谈论到明日方舟，还可以从 L4D2 谈论到 B4B， 也就是喋血复仇。我们还可以打 CSGO， 我们还可以打很多游戏，对吧？只要你有能力，你要说一句，哎，任老板，走，我们去打游戏，我们打点什么，奇妙的、沙雕的，或者是恐怖的、惊魂的，都可以。我十分的赞成。我就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事，我都会在，好吧？你叫我就行了。然后为什么说这个开始菜单的可玩性高呢？就是它外面有个靶场啊，这个呢，说实话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这里有弓，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点，就是说你在等待朋友的时候呢，你也不用无聊。你也可以直接在外面练枪，而练到后面，你甚至都忘记了你是来干什么了，对吧？哦，这里还有巴雷特要配个高倍镜，对吧？这个是那叫什么呢？哦，好像说那么一大堆，我还没有介绍过这款游戏是怎么回事呢？如果你玩过了《求生之路》，那么可能你会对这个游戏有所耳闻。这个呢是由《求生之路》的原创作团队来进行一个开发的一个，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续作的东西啊。当然呢，世界观写的是非常的像，这是一个被丧尸占领的世界，然后我们主角4人呢就要去打僵尸，然后呢这个每天去做一些有益于人类生存的事情啊，对吧？因为已经维护不了世界和平了。那么又说到为什么我这期视频要挂上蔚蓝档案的标签呢？因为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我上期视频观看量那么高，而且说的也挺正确的，为什么我要把它删掉？啊，这个不是外部势力的因素啊，是我自己的原因，因为我感觉到这个事情可能有点不对。啊，首先呢，我看个电影就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出来上了个厕所。打开手机 B 站一看，99条评论，99加评论，我也不知道大概有多少条评论，好吧，我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那么能说，
总之我看了一圈啊，当时整个人就不好了，因为全部都是在骂我的。当然也有支持我的部分啊，我只能说谢谢你的支持，好吧？能够理解我，还是对我一种比较好的帮助。啊，那我看看你们这些支持我的评论呢，我才说的显得没有那么的茶饭不思，好吧？因为有些人这个嘴巴实在是太臭了，我也不知道的爸妈有没有教过。看完你们这些傻卵子说的话呢，我只能说9年义务教育这个计划呢任重而道远，真的不是说你看本新华字典，学会看新华字典了，你就可以来网上发言了。其实总结了一下评论这么多条，我最难理解的3个点，好吧，都是你们说出来的。首先呢，是让我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那我把谁当回事儿啊？你告诉我啊，你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把我自己当回事儿，我难不成把你当回事儿啊？啊，合着我发个视频，我还得照顾你的心情了，对不对？那你确实牛逼啊！你是啥呀？总统儿子啊？那总统儿子也用不着这么照顾啊，是吧？再然后就是说我多大点屁事儿的，用不着这么在意的啊！我只能告诉你。真的，你说的都对，好吧？世界多几个你这样的人就和平了，好吧？人都气你头上拉屎了，你还没发现呢？为什么我那么讨厌电子牛皮癣？就是它会把这个东西投入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我觉得你一定不想在你正常生活里面，不说刷手机吧，哪怕看个电视都能看出40-50秒的广告来。如果不买会员的话，真的。然后就是那些说我玻璃心的啊，对于这个呢，我只能说，哥们儿，你与其天天在那后台等着看我笑话啊，什么时候整个这样的游戏来玩玩啊？真的，你才是最没出息的那个，好吧？所以说这个游戏我现在只有个本体吧，但是是我自己掏钱买的啊。你才是最没出息的那个，知道吗？你只会抱这个手机，天天在那蔚蓝档案左、蔚蓝档案右、蔚蓝档案长、蔚蓝档案短，你还会干嘛？你啥都不会干了，你天天在我这里盘弄一下是非，然后说，哎，任老板游戏领导真的是个除此之外，你也不会干其他的事情了。什么时候搞个这样的游戏来玩啊？我都跟你说了，我一般没有事儿的时候呢，我都会在线。你直接叫我说，哎，任老板，我们来玩 CSGO， 我们来玩瓦洛兰特，我们来打 L4DR， 我们来打 B4B， 都可以，对吧？你不要一天天只端着个手机在那个后面像个小丑一样，好不好？啊，好不好？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近期这个蔚蓝档案的圈子一句话，非常的乱。我们先排除那些在百合圈大闹特闹的小鬼们说实话。那种闹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战况相当炸裂。如果你想去看的话，你自己去看，好吧？我个人是不想去了解的。我所知道这只言片语呢，也是我朋友告诉我的，好吧？再说这个，其实我这个人呢，是你不骑到我头上拉屎我就不会去说你，好吧？比如说这次的推广就是这样的道理。真的，我个人对广告其实没有什么反感。你知道吧？但是，如果你要在让我看见的情况下，你要在这个广告里面乱掐些东西比如说你国服要挂什么泳装美优要挂些什么国服要等他妈108000年才会出来的东西，那真的我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有些博主你要掐饭，真的我能理解，但是我们不能乱掐，对吧？我们掐饭也得讲究个头头是道。真的，你这样骗得新玩家入坑，新玩家入坑一看国服啥都没有还和谐了一大堆，剧情也干嘛干嘛的，你觉得喷的是谁？你觉得挨喷的难道是我吗？你觉得挨喷的是谁？你觉得挨喷的是谁？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了，请你好好的反思一下，好吧？然后再说我在群里面看见了一个逆天东西有个也不知道是哪来的小鬼要口嗨一下说，我一个月能往游戏里面砸3-4万，你能管得着吗？然后还说攒石头就是穷人干的事儿我说好，你说的都是对的，好吧？说句实话吧，你要往那个游戏里面充10万，我也管不着，这样还能提高国家的税收，我们的工资也能拿得高一点。但是如果你要拿你爹妈的钱充，那我就笑你一辈子，好吧？好的不学，学长啃老了是吧？
你这种行为就跟那啥一样，就跟最近 TFBOYS 那个拿自己爸妈的救命钱，自己男朋友准备留着结婚的钱拿去买门票，还扬言青春只有一次那种人一点区别都没有。好吧，男朋友这边我们先抛开不说，但是真的拿爸妈救命钱去看200万一张门票这个事情，真的，我只能说你是真的重量级，好吧？看完你就去死了，我觉得你这个活着就是危害社会。话又说回来了，对于你们这种要往游戏里面拿爹妈的钱充3、4万的，好吧？如果你是什么父老家的儿子，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要往游戏里面充多少，那都是你自己的问题。好吧，因为呢你是可以继承家产的，但是对于有些普通人来说呢，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口嗨，好吧？好好的玩你的游戏就可以了，这个是我真的劝你的，不然免不得被喷。就你这种人吧，放在我这里100次都要被喷死100次，真的，我喷的就是你，知道吧？纯的傻卵。Later。好的，初体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么。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拍视频的群，我已经创好了，二维码我就挂在评论区置顶啊，自己扫码进群。OK，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的朋友们呢，3连加关注啊。YouTube friend, if you like this video, welcome to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啊。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吧，好吧。